Perguntas dos fãs respondidas. Casamento, luta, roteiro e muita cultura chinesa na parte final desta live de Follow Your Heart. Olá, eu sou a Aileen, já deixa o like e ativa o sininho para não perder nada.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属于随时随地都变花的人。对，而且不仅送花，还一定要配上一句那个吉祥话。今天这个紫色的是紫气东来花儿，哇，紫气东来，送给我妹妹。有心了，超有心。带大家重温了一下剧里面的精彩片段啊。接下来呢，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环节，因为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是一个养心局，而且呢，研心界有相当多这个制作精良的文化场景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陈瑶老师和谷子成老师准备了一些图片，让罗老师和宋老师想一想这个道具都出自哪一些情节。这个游戏的玩法非常的简单，因为最近罗老师有一句台词“你有，非常的出圈，所以呢，如果知道这个图片是出自哪个情节呢，可以直接回答；不知道就可以说“你有。”好，那我们请上第一张图片。哇，这鞋有点脏，这是我的鞋。看裙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出场的时候打那个这有图呢，你们要不要看一看这边的图呢？我的鞋有点大。对，有请出奇观。这是我的鞋，这个鞋底该刷刷了。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就很特别，我看敲，对，敲鼓的时候它会响，这会还敲了一下。但现场就是靠近我的时候会有点吵，听我走路的时候会响。对。没错，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次在河南登场跳舞时候穿的鞋子。其实这一个呢是当时严南星登场的时候跳的踏鼓舞。那也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是那个舞者呢穿着珠喜在平于地面的鼓面上旋转跳跃，以身体各个部位击打鼓面的一种特殊的舞蹈。这也是我们剧中隐藏的一些文化小细节。好，那请考官来出第二题。噔噔。这是我们在那个那场戏，就是扔菜叶那场戏。对，弹的那个皮。乐琴。这叫乐器。乐器。得关注改编。他们那，12月。对，12月。那场戏其实也很有意思。做一只鸡，还有一筐菜叶，结束了一场活动。明明两个人剑拔弩张了，还有观众弹幕还挺期待，随便看两个人大打一架，没想到菜叶子就把问题解决了。对，这个其实是在12乐坊当中，严南星拿的是传统乐器乐琴，因为它形圆似月，声如琴，所以就叫做乐琴了。来，有请第三题。这个应该是修容膏神仙玉女粉，反正就是开业那天跟大家推荐的几个明星产品中的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太厉害了！这个要是能放在现在，也一定能大卖。对，爆品，绝对的爆品，而且是天然草本。对，其实，在剧中严南星用的非常多的这个美妆爆款产品啊，都是有文献记载的。中国的美妆历史呢，已经有3000多年喽。那么接下来我来请谷子成老师来提问一下罗云熙老师，接下来这个是什么题目呢？第一个是这个。这个很厉害，很厉害，很高级。这个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和白老三儿他们在那个暗地里交易的时候用到的那个茶盒，它其实是一个鲁班盒，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其实会有暗格在里面，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放在暗盒里。对，我还印象当时看的时候，一开始拿出来2个茶叶罐，然后江心白说你就拿这点儿来糊弄我，对，这点货色来糊弄我，结果对方摁了一个按钮，马上就出现了另外的2盒茶叶。
这个其实鲁班盒是由我国的杰出建筑学家、工艺家鲁班发明的一种带有机关的盒子，用以存放重要的物品，可以说是古代的密码箱。那当时在剧中也是用来存放鬼草的。是的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有请谷老师。哦，这个就是咱们在兰纳村救那个小女孩的时候，然后去采的那个草药，就是这个。而且这样色我觉得好浪漫。当时严南星背着那个筐，然后哥哥后面帮你那个弄样子。其实两个人都比较那个嘛，脏兮兮的感觉，然后还要落魄，对。对，没错，这个细节其实大家也都印象深刻。那么这个草药呢，确实也是有解毒功效的，它是一种叫做生物的草药。来，有请下一题。第三个。哦，这个应该就是我在画舫当中，然后将鬼草然后藏在了里边，但是当时有那个官府的人来搜成了，来，我们给观众看一下，然后我就打开了这个盒子，将里边的鬼草扔出了那个画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幕呢？是姜思白当时住在画舫里面，然后藏了一个藏鬼草的地方。其实也是当时跟那个第一次变身的严南星见面，王承思老师。当时虽然说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是通过那个脚和手辨认出这个。第一次变身就来一个王大，有一个健硕的男子变成了。来，最后两道题可以这个由罗老师和宋老师一起来回答，因为还是一些有关于你们的浪漫回忆在剧中。这个也是在兰纳村的那一块，然后看到的鬼草田。这鬼草田就是看上去还是挺很美的，但其实背后确实，当时大家也都说哇，这个鬼草长得还挺好看，挺浪漫的，没想到是美丽的背后暗藏着危险，暗藏危害。接下来最后一道题，这是大婚的时候，第一次大婚的那个白子图是吧？红色的刺绣。我们第一次大婚的时候，那个氛围感还是很强的，那种水上大，是画面感非常的唯美。哎，大家看清楚了吗？对，第一次大婚的时候，姜心白和严南星要穿过的白子图。当时我们这个严选团的粉丝都说两位老师是古装婚礼的统治区，因为确实这部剧里面就是每一套这个婚礼的造型都非常的美艳美绝。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游戏环节就结束啦。评论区的网友呢，快来夸一夸我们妍心记的养心制作环节吧。除此以外呢，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跟弹幕互动一下。我们邀请我们的4位主演团呢，在线化身为波斯神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剧中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和一个形象啊？在剧里面呢，它是可以凭借一个这个水晶球和一个铃铛呢，就可以预言未来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主演团化身一下波斯神婆，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剧情走向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有一个弹幕是问，请问罗老师演脸盲是怎么演的？罗老师打戏为什么如此的丝滑，以及鬼草案后续的走向？演脸盲，其实我觉得就是高度近视吧，加上散光。高度近视但不戴眼镜。对，而且只限于那张脸是高度近视。其实我当初想象的脸盲就是，比如说对局部的那个高四目，然后就是只是这张脸上就是非常非常的模，大家就是五官都揉在一起了。那其他地方又是正常。对，然后大概就是这种。然后其实我们有时候我就是有一点点近视加上散光。所以其实我只要就是这个人离我特别远，然后有一次在现场也是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儿给我打招呼，但其实很远，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我真的没看出来他是谁。不敢随便的对，我也只是就是非常想要看清楚他是谁，但就是看不清楚，就是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就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剧中，而且剧中有好几次就是明明是你认识熟悉的人经过你的身边，但是却没有认出来。像第一次和就是我。哥哥还是这样目中无人吗？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吗？就此埋下了。但其实那个时候，江心白正在思考一些线索，正在捋一些他探案的一些线索，所以说那个时候，而且他又是换了一套新衣服。不要找我了，这是我衣服。确实是，但其实江心白内心是非常喜欢这个人。非常关心他，只是情绪的日子。但江心白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近视加散光的这个代言人。是。如果说朋友走在路上说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我就可以跟他说，因为我跟江心白差不多，确实看不清。那就是包括您的这个打戏啊，我们发现在这个剧里面也是非常的丝滑，这个又是怎么能够做到呢？其实《延禧记》当中的打戏也是我们的。武术指导范一竹老师，然后他整个把控的所有的打戏嘛，然后首先我觉得就是他的打戏的编排非常的到位。我们的打戏其实真的基本上每一场都是那种拳拳到肉的，就都会就是有真正的招式相交的那种打戏，所以它看上去就会特别的真实。然后就不会特别的虚，很过瘾，对，就会很过瘾。再其次的话，就是包括一竹老师他的指导，教我们每个动作的一些小细节，包括怎么样发力啊，怎么用，比如说我的离箫怎么样去甩啊，然后怎么样发力，都会教得非常的细致，所以我们学起来也就会很通透。但其实对于我来说还蛮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我拍仙侠可能比较多一些，很多的都是那种哇起飞了，我一眼发波了那种，对内功发出来，那种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次就是真正的套招，还是会需要有前期的一些训练，就是在开机之前我们都会有武术的训练嘛。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很丝滑打戏背后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都会前期进行一些排练和训练。那其实还有粉丝们最关心的就是江大总捕一直在负责的这个鬼草案，它是后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隐藏什么样更深的这个阴谋呢？那其实就对了，因为我当时拍的时候，我也会跟现在的观众一样，就有一个这个幕后的凶手到底是谁，一层一层往里扒的时候，感觉牵涉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吧？然后就感觉。好像这一趟浑水真的是深不见底的感觉。那其实我可以小小的剧透一下，就是真正的幕后 boss， 他其实已经出现了。那他是不是柳若谦呢？完了，又开始再次担心了。说出来，是不是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猜测打在公屏上。柳若谦进城抢枪人，大家继续关注。天哪，已经出现了。大家怀疑谁呢？也可以，他就是你。把自己心中怀疑的人打在公屏上。那应该不会，自己查自己不会。但是这样的话，如果他已经出现了，说明其实跟现在的人的关系都很近，会很担心严良心被整理。非常担心啊！其实你看很多情节就是不希望两个人，包括我要离开严南星，江心白要离开严南星，都是不希望严南星涉及到危险当中，都希望他安全。对。但是我觉得两个人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都长了嘴，就是。是吧？就是有什么误会，但是马上就会说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是到最后两个人还会同一条船、同一条心，然后一起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就不会过去误会过来。对，这也是我要替我们人选粉说的，就太感谢你们，看我们心情非常通畅，就是大家都是长了嘴会说的，要互相关心。因为严南星也是非常善良、非常直接的，而江心白遇见严南星之后，也不希望两个人感情因为这些东西而遭到破坏，或者说是有任何隔阂的东西在里面。他可能会在前期有一些担心他，然后做出一些严南星无法理解的举动，但是因为严南星的勇敢，因为严南星的通透，影响到了江心白，然后让江心白也会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两个人交流起来。太好了，是，在这里我们也作为粉丝团非常支持江大总捕继续查下去，早日破获鬼草案。是的。我看这里有一条弹幕是在问，
关于那个宋老师饰演的严南星，说就是一开始啊好几次，其实那个江心白都看不清你的脸，但是都是凭借着你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小兄弟谢了来辨认你的。对，其实粉丝们也是想看在线复刻，好同重复。而且就是说，最后会有第3次大婚吗？大家非常关心是 happy ending 还是 BE， 就真的很担心后期会被虐心。那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柳若谦解答这个谜题。到底是不是那个大坏蛋？对，以及还有就是莫名其妙出现的坏男人，到底会不会下线？他什么时候下线？这个坏男人指的是哪个？白圆吗？对，就是抢走了，把严南星从江心白身边抢走。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出现坏男人，或者说是不是坏男人，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就是我跟大家在一起追剧的时候，其实也对于江心白和严南星的这个感情还挺感动的。他们两个就是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良性的、非常善于沟通解决问题的这个情侣间的，我觉得模板。就很多观众会觉得说，哇，好久没有看过这种就是很良性的，就是很正能量的情侣相处模式。他们之间没有那种极度拉扯啊，或者就是误会，对，就是有问题我们就坐下来解决问题。然后江心白也是拿出来了，因为严南星可能更容易冲动，或者他比较直接，所以可能他在表达上也没有那么多的柔和的线条，或者说，在处理一些就是情感表达的时候，可能没有江心白那么温和和成熟。然后江心白是以一个非常成熟的角度去解决他们出现的一波又一波的感情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呈现出来那个爱情的状态是特别积极的。所以我在看剧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一个对，其实大家也非常的佩服严南星，因为他其实就是在剧里好几次就是比较真诚的向江心白袒露心意，但是江心白呢，因为又会很担心严南星的处境，所以他总是会自顾自的做一些看似为了严南星好，可是可能会伤害他，比方说自己就写了和离手，而且是在大婚没几天就写了这个。那严南星是什么感觉呢？会觉得自己的信任被他辜负了吗？ 250。对，我觉得你打开，我真的 thank you。对，什么情况？就是他马上就去找他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是对待问题就是不憋着，对，就不会说我们冷战啊，或者有隔夜仇，对，就马上去积极的解决了。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阳光良性的一个。其实我发现，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能够走得比较长久的这种情侣，都是属于是这种，就是有什么有问题要解决，要积极，对吧？就是大家就是要彼此包容。对，一定不会就是各自在打着各自的那种冷战的。对，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憋着。所以严南星跟江心白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侣相处的模板，有什么一定要赶紧解决，赶紧说出来。这里粉丝有一个弹幕啊，是问梭罗姐姐后续能当上女丞相吗？她到底能不能走到这一步呢？那就让大家拭目以待一下吧，反正她是有很努力的。而且有说非常喜欢姐姐演的女气九，很有那味儿，就是很端庄，而且呢是很大气的感觉。在这里还有一个是关于梭罗和柳若谦问结狗恋最后会虐吗？柳若谦最后真的不会变成大反派吗？你看还是很喜欢，让我就跟随柳若谦。就喜欢虐的话题。怎么办呀，柳若谦？为了成为大反派，还是得虐一个。这样我有一点点虐的，所以还是要向哥哥嫂嫂学习。就是柳若谦，他多学。就是柳若谦和梭罗之间透露一小点点，他们那个虐的点可能就在于有问题，可能有一方就是没有那么直接的，跟我们江婆婆学习一下。对，要和哥哥嫂嫂学习一下，就会憋在心里面，然后呢就会产生更多的误解和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不太能够线下解决的问题。对但是是小虐线上吧？我们可能真的受不了结狗，这太虐。那来
郭老师，就是既然大家都就是一直强烈的怀疑柳若仙可能后面会变成大反派，在这里就给您一个机会，给大家你就演出来了。给大家来说两现场演一个江心海坏人先。就是我观察。对，柳若仙她到底是好人是坏人？要不然你给我们透个底嘛？哎，这样吧，我透个底，柳若仙被关进过牢里。这个没错吧？天哪，这是真的吧？背后还有多大的秘密？那因为什么被关进去？等着看吧。等着看，好的，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哟。好的，那我看一看哦，谢谢大家在评论区参与的各位网友。那我们今天的 City 养心局呢就要结束了，我们不如一句话口碑安利一下咱们的言心计吧。大家想知道柳若仙究竟是不是坏人？这个是过不去了。继续关注我们的言心计，一定会跟随柳若仙的步伐，为您揭开最终的真相。谜团，来有请宋老师。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追剧，一起看《言心计》，然后感受我们整个爱意满满的细节。然后柳若仙到底是不是最终的反派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沈老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言心计》，然后其实我们剧里面有很多的用心的一些点，包括我们中式美学的一些体现。像大家可能现在都比较喜欢一些汉服啊，或者是一些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可以多留心观察我们的剧。然后呢，还有我觉得咱们这部剧其实对女子的也男性的从商之道，包括梭罗的从政之道，就是它会有一些不同的视角，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好，来，郭老师，柳若仙本人回答一下，回答一下。没有回答。就是其实看《言心计》的时候，肯定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但是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唯一费脑的点就是在思考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反派。为什么滚这个绿？什么时候？我没有看到。头巾，小头巾。哦，就唯一现在留给大家最动脑的地方，就是赶紧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反派吧。好的，谢谢我们的4位主演来到我们的《言心计》的直播，也谢谢评论区参与的网友朋友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爱奇艺的《言心计》，那后续走向到底是如何？葵草案到底要怎么结局呢？我们继续追剧吧，拜拜，拜拜拜，请大家继续关注言心计哦，多多支持《言心计》。